江苏扬州西湖镇曹庄村一处民宅建筑工地上，施工队正在作业。突然，挖掘的地面坍塌，露出一个洞穴，由此引出一个震惊全中国的帝王墓，一座千年古墓，而且是夫妻合葬墓。随着墓志的出土，人们几乎惊掉下巴，墓葬主人竟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皇帝。合葬的墓穴中，珍稀文物不断出现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一顶华丽绝美的凤冠，证明合葬女主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帝后。整个发掘过程如同解谜，疑问不断出现：皇帝墓室为何如此简陋？为何一个皇帝有多处墓穴？合葬墓主如果真的是皇后，又会是哪一位皇后呢？跟随眼见古今，本期视频带您走进江苏扬州，探寻隋朝神秘帝后夫妻合葬墓之谜。2013年4月的一天，江苏扬州西湖镇曹庄村一处民宅工地上，工人们正在忙碌。突然，挖掘的地面发生塌陷，露出一个大洞。工人们围过去查看，感觉像是挖到古墓。施工队立即向文物管理部门报告。文管部门接到报告，派考古专家赶往现场。墓室坍塌的砖块出现在考古专家眼前。勘查表明，墓葬年代属隋代，紧邻墓室还有一个墓穴。从形制来看，初步判断为这里是一处合葬墓穴。虽然墓葬的规格给人的印象不像是高等级墓葬，由于墓室已经坍塌，考古专家将它编号为1号墓，合葬墓穴编号为2号墓，随后立即按程序安排抢救性发掘。考古队工作人员开始工作，一边清理坍塌的砖块送去检测，一边对墓室做加固措施。1号墓的墓室为方向，墓室长 3.92 米，宽 3.84 米，面积真的不算大。遗憾的是，墓室中没有墓主人的遗骸。墓室的老砖检查结果出来，显示为与隋代江都工程城墙砖相同，证明了墓葬为隋代。随着挖掘展开，墓葬的结构开始清晰地呈现。墓葬由主墓室、东西耳室、甬道、墓道组成，一些随葬品也从泥土开始露出。就在这时，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木质石碑，石碑裹满了泥土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字迹模糊。工作人员把它抬出挖掘坑，清洗干净后，木质石碑上面的很多字迹依然模糊，这是因为墓碑长期泡在水中，加上是石灰岩制作，腐蚀得很严重。不过在石碑的右上角有一行铭文，还是很清晰地映入人们的眼帘。铭文赫然写着隋故炀帝墓志。现场的工作人员盯着这行字看了又看，很是兴奋，而考古专家的兴奋之中还掺杂着一丝难以言传的复杂。隋炀帝，难道真的挖掘到隋炀帝的墓穴？石碑上的文字依稀可辨有大业14年的字样，这个年份完全符合史书上记载的隋炀帝去世的年份。在扬州，各种历史传说、掌故告诉人们，隋朝皇帝杨广在这里死去，而且在当地还有一处很有名的隋炀帝陵墓。考古专家当然也是知道的。眼前的墓葬从规格来看，的确不太符合人们观念中对帝王墓葬的刻板印象，甚至比起北方地区一些隋朝贵族墓葬，它的规模显得也要小很多。不过，墓志是证明墓主身份的重要证据，考古专家期待接下来发掘出的随葬品能够证明墓主就是隋炀帝。墓志的出现引起考古界的重视，吸引来更多的专家投入到发掘研究中。墓志石碑也被送给更多的专家学者去分析研究。一件正在清理的腰带状的东西引起考古专家的注意，它看起来应该是一条叠蟹带，即使埋葬在泥中，玉带给人的感觉依然十分莹润。叠蟹带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，是胡人骑士传入内地的。作为腰间饰品，叠蟹带不仅用于装饰，还有实用性。带胯上的小环或小带
可以用来挂一下刀、剑、印章之类的各种小物。南北朝以后，叠榭演变为级厅上只缀方形带垮的玉带。隋唐时期，玉带被定为官府专用。清理后的叠榭带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叠榭带的出土本来就十分稀有，而眼前这件更是迄今出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。它带扣、扣柄、带垮，还有它为组成，而带垮和扣环背面相扣着金片，制作工艺复杂而精湛。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玉带的华贵，玉质莹润细腻，抛磨得十分光亮，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充满光彩。如此上等美玉，不是普通贵族能够拥有。数一数玉带共13个，这个数字对考古专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玉带的数目代表着不同等级。在隋朝，什么人才能用13个玉带呢？答案是只有皇帝。木质文字加上13环金镶玉叠榭带，如此重量级物证的出现，令考古专家心中有了底气。正在发掘的曹庄村1号墓应该就是隋炀帝的墓。接下来一件铜斧手的出土似乎也在印证着考古专家的判断。铜斧手通体鎏金，兽面直径达26厘米，这个东西也不是寻常百姓家能用的，只有宫廷才能使用。经查证和唐朝大明宫出土的一样。而在西耳房还有一批陶俑热闹出土，陶俑造型生动，表现的是文武百官的形态。试想，隋朝的普通人家，包括贵族，谁没事会拿文武百官作为摆件，而且还把它作为随葬品带入坟墓？众多的线索指向墓葬主人的身份高贵。不过，墓主的骸骨始终没有出现。发掘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发现了2颗牙齿。南京大学的体质人类学家在现场检测分析，认为2颗牙齿是一个人的，因为男性，年龄在50岁左右。这个结论与史书记载隋炀帝去世的年龄是吻合的。1号墓主真的是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吗？由于遗骸的缺失，虽有重要物证，考古专家知道要下定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分析。根据史料记载，隋炀帝曾多次移葬。好端端一个皇帝，为什么会多次移葬呢？这还要从隋炀帝的非正常死亡说起。公元618年，隋炀帝在江都，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巡游，被当时的唐朝将军宇文化及所带领的叛军所杀。更有史料说他是被白卷勒死的。因为死于政变，隋炀帝的安葬不同于其他帝王。史料记载，隋炀帝死后，他的皇后萧皇后和宫人用漆制的床板做成棺材，草草将他埋于江都宫留烛堂。江都宫是隋炀帝扬州巡游时的驻地，对应着今天扬州的观音山一带。这个地点是隋炀帝下葬的地方。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后，镇守江都的大将陈棱感念隋炀帝救恩，把他移葬到吴公台下。吴公台是隋炀帝第一次迁葬的地方。公元622年，隋炀帝死后的第4年，唐高祖李渊下令又进行了第2次移葬，将隋炀帝迁到了雷堂。而古时候雷堂的位置，现如今就在此次发掘出来的曹庄村1号墓的范围内。不过，据此要证明1号墓就是史料记载的雷堂墓，目前的证据还不够充分。但史书上还有一条记载，说公元648年，隋炀帝的皇后萧皇后去世，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将其尸骨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。鉴于曹庄村的墓葬为合葬墓，专家们决定发掘2号墓。如果墓穴中的确是萧皇后，不仅能反证1号墓主就是隋炀帝，还能证明这一处墓地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隋炀帝雷堂墓。时间来到2013年8月，曹庄村工地2号墓发掘正在进行。由于史书记载隋炀帝的儿子赵王杨镐在江都之变中被杀，当时只有11岁。有专家推测，墓葬也可能是隋炀帝与幼子的合葬墓。因为萧皇后
在隋炀帝被杀后，曾经辗转流离，一生嫁给了6个男人。带着这些疑问，二号墓葬逐渐揭开他的面纱。二号墓是一座腰鼓形砖石墓，墓葬通长 12.64 米，宽 5.9 米，残高 1.6 米。墓室东西北壁各有3个小壁龛，甬道两侧各有一个小耳室。第一层文物清理时，发现陶器、木器、漆器、陶俑等100多件，大量珍贵的文物出现，令考古工作人员们感到十分兴奋。这个墓穴陪葬品不仅丰厚，还处处透着墓主身份的高贵。这件青釉碧雍砚造型精美，砚面的研磨痕精细光滑，可见主人能舞弄文墨，对其爱惜有加。白玉章的出土吸引了考古专家的视线。玉章在古代可是天子出外巡游祭祀山川用的，它的长度上是最高等级。合葬的墓主何以能如此高规格待遇？即便是皇后或王子。铜编钟和铜编磬的相继出土，更是让众人发出惊叹。铜编钟共有16件，分为上下2组，这是自商周时期的编钟出土后唯一一件隋唐时期出土的编钟实物。编钟和编磬的出现，彰显着墓主的地位，这是皇室才能使用的礼乐重器。此时考古专家心中已经基本排除了墓主是隋炀帝幼子的可能，这种身份和葬仪的规格倒很像是大唐天子李世民的手笔。各种文物源源不断地出现，这时墓葬中的泥土中星星点点地出现鎏金的花钿、铜钗，还有闪烁的琉璃珠。随着清理的继续，人们发现这是一顶封存在泥土中的皇后礼冠，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凤冠。凤冠裹挟着泥土，看上去并不华丽，倒像一个土疙瘩。凤冠的发现坐实了墓葬属于皇后。考古界迄今尚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凤冠。由于扬州的土壤呈酸性，凤冠腐蚀严重，考古工作人员暂时放弃墓穴中的提取，进行其他文物的清理。清理到第3层的时候，一副较为完整的尸骨在泥土中浮现。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现场检测，骸骨的肢骨的女性特征很强，骨盆缺失，有4颗牙齿，从耳骨一处判断为女性，而检测显示骸骨主人身高约 1.5 米，年龄应该大于56岁。超过56岁的具体年龄，当时的考古技术手段还无法测量。骸骨的发现和检测，还有重要文物的证明，让考古专家们基本认定2号墓主就是萧皇后。专家们再次核实了合葬的形式，确认为同坟一穴合葬，因为在2号墓葬坑的周边还发现了不同的土壤，证明2号墓穴坑是后挖的，符合史书记载上说萧皇后是被唐太宗送来合葬的。2013年11月，专家们正式认定，综合墓葬形制、墓内出土高等级随葬品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以及文献记载，判明墓主人是萧后。专家们认定，扬州市曹庄隋唐墓葬是隋炀帝杨广和萧后最后的埋葬之地，而史书上记载的雷唐隋炀帝墓应该是指这里。至于1号墓葬规格不大的原因，专家们也给了解释，认为江南的土壤潮湿，不适宜将墓穴深挖，建得很大，所以和北方一些隋朝的贵族墓穴的规格比较起来，好像偏小。其实隋唐初这种规格在江南发掘的一些贵族墓中也属于正常。隋炀帝虽然是皇帝，但毕竟是废帝，所以不太可能搞得规格非常高。发掘工地上透着尘埃落定的安静，墓葬坑中的文物基本上清理完毕。现在2号墓葬坑中只有凤冠土疙瘩还留在那里。专家们为这件珍贵凤冠的转移制定了详细方案，工作人员挖开底部的砖块，折腾了很久，连着砖块终于成功地把凤冠土球打包到一个木箱里。打包好凤冠将被送去进一步研究和清理。打包好的凤冠被送往了实验室，等待着修复与还原。
由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合作，共同开展此次修复工作。研究人员对凤冠进行了无损的 X 光探查后发现，削后凤冠的框架由2薄鬓、十字交叉的2道梁以及环带的3道箍组成。整个冠上有13棵花树，其中筒花瓣166个，花蕊33个。为什么是13棵花树呢？按理制，皇后应该是12棵，萧皇后的凤冠上为什么会多出1颗？专家推测，凤冠应该是李世民为萧皇后专门打造的陪葬品，13是隋朝的数字，比其他的皇后多1颗，也代表着他对萧皇后的尊重。凤冠后脑的位置有12块水滴形饰件，当年制作凤冠时采用了金、铜、汉白玉等10种材料，制作工艺包括垂叠、掐丝、镶嵌、珠画、鎏金、抛光等12类工艺，工艺繁复，精美绝伦。这是钿花，还有这些小石人，有12个，可以想象凤冠戴在头时走动起来的时候会是多么的摇曳生姿。专家们还在铜钗的管子内发现了棉花，可能是制作时为了帮助工匠塑形而填充的。不同凡响的是，这可是1000年前的棉花实物，而且在潮湿的墓穴中居然没有被腐蚀。清理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，凤冠的饰件虽然完整，但分散在泥土中，残断的花梗、花冠等有时还会粘连在一起，而且因为腐蚀严重，有时轻轻一碰就会酥脆脱落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为稳妥起见，专家达成一致意见，不对冠饰进行完全清理，留下一些资料，等条件具备了，再展开新的保护与研究。与此同时，决定制作一个仿制凤冠，以保证萧后冠饰的展示功能。仿制萧后凤冠采取手工制作和传统手法，工作人员在复刻过程中，一个小的雕琢失误就可能重新来过。冠体上的200多朵花就是这样一件件用手工仿做的。每天复原工作都紧张又细致地进行，不能说是完全的复刻，只是尽最大可能将工艺、材质等应用到位，做到形似神也似。像凤冠土疙瘩中还有织物带子等装饰，复刻是没法去展现的。历经900天，复制的凤冠终于出现在人们眼前，凤冠的清理和保护也宣告阶段性的结束。与此同时，隋炀帝后夫妻合葬墓穴的发现还有一些疑问没有解开，比如唐高祖李渊为何多次下诏迁移隋炀帝墓葬，又如2号墓葬，随葬品应该是唐太宗李世民给安排的，为何他会对萧皇后如此高规格的葬礼？说起隋炀帝，他和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关系，隋炀帝的母亲和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，而李世民呢，是隋炀帝的表侄，还娶了隋炀帝的女儿，算起来是隋炀帝的女婿。这大概也是2位唐朝皇帝惦记着隋朝皇帝安葬问题的原因。那么萧皇后呢？这位堪称女神级的皇后，关于她的传说实在太多。流传的较广泛的野史说法是，李世民是萧皇后的第6个男人，因为他把萧皇后接回长安，封萧皇后为昭容。陪葬品如此丰厚，大概是因为李世民把特别的爱给了特别的萧皇后。那么事实果真的如此吗？萧皇后是一个历史上的传奇女性，也是野史上流传甚广的妲己式的人物。萧皇后出生在567年，去世于647年，她是南梁皇室的成员，也是梁武帝萧衍的后代。母亲是张皇后。从出身来说，萧皇后是妥妥的帝女花。不过因为出生在2月，被江南习俗认为不吉利，她自幼便被辗转送给叔父和舅父抚养，童年过得挺苦的。隋文帝为了拉拢西凉，让自己的儿子杨广，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娶了她。萧皇后以其聪明和知书达理，深得隋文帝和太子的杨广的喜爱。和杨广结婚后，她生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。隋炀帝即位时，萧皇后已经年过40，即使年纪大了，
隋炀帝对她还是宠爱有加。隋炀帝在位的时候做了很多不好的事，萧皇后虽然劝过他，但没起到什么作用。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后，萧皇后的命运变得坎坷起来。先是被称帝的宇文化及霸占，后来又流落到河北义军首领窦建德那里。虽然此时的萧皇后已经是40岁出头的女人，但仍风韵犹存，让窦建德对她一见钟情，当即就将她占为己有。隋炀帝的妹妹义成公主因为和亲嫁给了东突厥处罗可汗，得知嫂子的下落，就让可汗找窦建德，想要回自己的嫂子。窦建德因为害怕东突厥的军事实力，不得不把萧皇后送了回去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位东突厥处罗可汗竟然也看上了萧皇后，因此萧皇后又成了处罗可汗的爱妃。处罗可汗死后，按照突厥的习俗，她又成了可汗的弟弟吉利可汗的妃子。在突厥生活了10几年后，唐朝的李靖打败了突厥，李世民把萧皇后接回了中原。回到长安的萧皇后已经60多岁，她的女儿被唐太宗内为妃子，2个弟弟也在唐朝当了大官。晚年的她过得还算平静安稳，直到去世。萧皇后去世后，唐太宗恢复了她的皇后尊号，还专门派3品官员护送她的遗体到江都与隋炀帝合葬，谥号敏。萧皇后死时81岁。回长安前，萧皇后经历了5个男人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女人，而且是皇后身上，实属离奇，也使得一些野史把她描绘成妲己式的人物，以角色姿容把帝王和枭雄玩弄于股掌。事实上，正是记载的萧皇后不仅不喜欢干政，而且很贤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李世民是不是萧皇后生命中的第6位男人呢？历史记载，萧皇后在突厥待了12年后，被唐太宗迎回大唐时已经64岁，而李世民当时才33岁。虽然有野史说李世民也被萧皇后的美貌所吸引，纳她为昭容，但这种说法并无正史佐证。一个33岁的当朝皇帝会爱上一位64岁的传奇美女吗？按野史说法细究起来，许多人认为唐太宗和萧皇后之间可能真没有实质性的故事，而且李世民和萧皇后之间还存在着亲戚关系，李世民应该称呼萧皇后为表婶。关于唐太宗和萧皇后之间的所谓故事，可能大多是后人的加工和想象。不管怎样，萧皇后受到了李世民极大的礼遇，最终以皇后礼与隋炀帝合葬。但是2号墓葬中出土的编钟、凤冠等随葬品委实等级过于高贵，李世民为何如此厚待一位前朝皇后呢？有专家分析，一方面这和萧皇后出身的家族有关，李世民希望通过厚葬和礼遇，让江南的家族萧氏家族意识到他在传递一种友善和平的信息，得到了萧氏的支持，就得到了江南的半壁江山。另一方面，从李世民给萧皇后的谥号敏字中，也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敏字的本意是忧患、痛心的事，有怜悯、哀怜之意。大概李世民对于萧皇后的才情或性情方面的一些特质很认可，同时对她不幸的遭遇是真心充满同情吧。而随葬品中那件虽然是变成土疙瘩的凤冠，难掩其绝世精美，不正好代表着李世民想要表达对这位女子遭遇的同情吗？无论她经历了什么，他认为她的身份就是隋朝的皇后。这是2顶正在博物馆中展览的凤冠，一顶是从土里挖出来的萧皇后的珍品，还带着泥土；另一顶是专家和工艺人员精心制作的复制品。它们被放在一起展览，好像在告诉人们一个凤冠重生的故事。泥土中的凤冠被誉为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、等级最高、保存最完整的礼冠。它的发现为研究隋唐时期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复制的凤冠非常逼真地展现了珍品的风采。
仿佛让亲眼看到了大唐时期的精美工艺，以及大唐盛世即将到来时的奢华和美丽。有趣的是，专家们认为这顶凤冠可能不是萧皇后生前戴的，而是她在去世后，唐太宗李世民专门为她制作的。谥号为敏的萧皇后在81岁的高龄，带着这顶极尽哀荣的礼冠入葬，也算是为她传奇的一生再次留下一个传奇的句号吧。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还有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。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见。